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在上回呢，我们有帮大家开箱三星的旗舰 QD OLED 电视 S95D。那这次呢，我们就要来开箱 LG 他们家最旗舰、最顶级的 OLED G4 OLED。好，那关于今年的一个 G4 又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化呢？我相信是大家观众朋友非常想知道的。那这系列的一个电视开箱，应该说今年的电视开箱在拍完之后，我想要新拍一个企划，就是说，如果今天在同一个价位、同一个阶级上，不同品牌的这个高阶电视，它有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的差异，或者选购的时候要怎么选？因为我相信现在的一个高阶电视，其实它效能、它的规格啊，都已经做得非常的丧心病狂了。但是大家在看的时候，有时候还是雾里看花，不知道怎么选嘛。所以今年这个比较的一个企划，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那记得大家在观看之前，一定要按赞、订阅加分享，就是时时关注我们一个最新影片的发布。好，那目前呢，在我左手边会看到有一个 LG 的 OLED EVO 这个牌子底下呢，这个就是今年的一个83寸的 G4 电视。那同时呢，在我的左手后方呢是两台的在上方是去年的65寸的 G3 OLED， 那在下方呢就是65寸的 C3 OLED。那我觉得在每年的这个时刻呢是非常难而可贵的。为什么？因为消费者可以看到说，就是每年这个电视厂商都说，哇，我今年的电视又进化了，亮度又进化多少，画质又进化多少。那大家可以从我现在这个讲话的同时呢，看我们后面的电视都在播放这个原厂的展示画面嘛。你可以同时看到说，这个 G4 OLED 跟 G3 OLED 他们隔了一年呢，这个亮度的变化有差多少？那跟底下的这个 C3 OLED 不同的阶级又可以再做一个进一步的检视哦。我常讲说，就是相机翻拍电视的画面，其实颜色上来讲，它比较没有参考性，因为可能会透过你的萤幕，透过相机的这个拍摄会有失真的一个状况。但是亮度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可以参酌的，所以建议大家，待会我在讲话的同时呢，后面它有一些那种关于亮度还有暗部表现的一些画面，可以稍微看一下说今年的 G4 它进步在哪里哦。好，那我们首先不免俗的来讲一下 G4 的外观啦。其实 G4 的外观它跟一向 G 系列它都是承袭的一致的外观，就是主打一个薄，那再加上他们有专用的一个零件系的壁挂架。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们之前一个这个 G3 OLED 安装的出去外景的影片呢，你就可以看到说它搭配，如果你有好的一个施工，它其实跟墙壁的视觉上是一个非常贴合的这样子。好。那讲到它的，其实讲到它的外观啊，那另外提一下说，如果你是想要桌放的观众朋友，目前的G4 或者是说 G 系列，你是要另外去买桌放架的，所以基本上建议大家还是说你直接壁挂就好，反正比较省钱。好，那再来讲到尺寸的部分呢，今年的 G4 OLED 它是有出55寸。65寸跟83寸跟以往都一样，但是要特别提一下说，如果你有看今年 G4 OLED 的价格的话，你会发现，奇怪，今年的这个旗舰 OLED 的价格怎么还降价了？那这是因为说今年的这个 G4 OLED 他们是首度以显示器的名义进口，那就是它少掉这算是以前的那种无线天线电视的功能嘛，但我相信在现在这个时代，人手一台 MOD 或者是你都是看 Netflix 的状况下，其实是不是显示器对你来讲已经无所谓了，就重点就是说它价格够不够便宜，它画质够不够好嘛，这样。所以今年一个 G4 OLED 的价格，我觉得是又变得更亲民一些些的。好。那讲到它的外观，其实这个都是老传统了嘛。接下来讲一下今年有什么变化的地方哦。我觉得第一个重点就是说它的 HDMI 接孔啊。以往其实 LG 的 HDMI 接孔的规格就给的算大方了，在其他家都是给那种2孔4K 120帧，那 LG 一向都是给到4孔的4K 120帧。但是今年呢 ，LG 的 G4 它更升级到4孔的144帧的顶级的规格哦。坦白说，以目前的家用游戏主机 PS5 或是 Xbox， 甚至之后 PS5 Pro 出来，我都觉得这个4K 144帧也许这1-2年是用不到的。但是呢，特别要讲一下说，如果你是电脑游戏、电脑主机的玩家，LG 他们家更支援这个 AMD 的 FreeSync 跟 NVIDIA 的 G-Sync。
所以你现在如果你是用上这个顶级显卡、顶级 CPU 的电脑玩家，其实你是有机会可以冲上这个 4K 144帧的。那再搭配上 LG OLED 他们这个画面呢，表现运动的场景是非常的丝滑，所以如果是爱玩游戏的玩家，那同时你又喜欢享受高画质的电影，这个 LG 在 HDMI 孔上的规格的资源，我觉得是完全没话讲的，非常大方，而且它也同时支援了杜比世界，就这也要在另外一提，就是所以它基本上是满满的规格、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好，那讲完了 HDMI 接孔之后，在第二个它今年进步的地方是在讲说它的一个晶片。以往的话，他们都是一个 Alpha 9的系列嘛，那今年的 G4 它是采用了一个新一代的 Alpha 11。那他们有讲说，这个新一代 Alpha 11它运算速度更快，所以第一个，它让这个 OLED 电视的亮度增加了。那可能有的观众朋友听到，亮度增加，那是不是整个大白天的画面都感觉这个亮度感受都不一样？我会说，所谓的亮度增加，它比较像是在小面积、小光源的一些场景下，假如说夜晚当中的灯火，或是清晨当中升起的太阳，或者是某一些场景下人脸的肤色，它变得更加有对比度，更加的锐利。那透过这个 Alpha 11的运算，我觉得视觉上，我今年看到G4的一些高动态场景的时候，我真的有觉得有一种耀眼的感觉，这个是我在之前的 OLED 电视上面都未曾有感受过的就甚至他觉得，这个光的程度已经有点刺眼的这样子。好，那这个 Alpha 11带来的提升，说第一个亮度，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画面的解析度，它有一个 4K 即时升频的功能。那这功能是什么意思呢？像我们以前看 YouTube 有一些古老的西洋音乐 MV， 或者是假如说你看以前5566 Energy 早期的 MV， 它其实它的拍摄可能只有 Full HD 的画质那经由这个Alpha 11晶片的演算之后，它整个的变化呢，就会变得更加的算是立体，算是锐利。但是我必须要讲的说，其实即时运算这个东西是非常的复杂与需要消耗许多资源的，所以可能有些观众还是会有一个想法说，那这样我是不是以后都看很烂画质的东西，它都会变成 4K 画质，变成像电影院的画质？我必须说，本质上还差得非常的远。就是我可以请我们小编做一个示范，就是说，我们用后置软体做离线的运算，然后算出一个 4K 的画质的影片。那跟这个LG 它本身的去播 YouTube 的这个算是即时的演算，我们去做一个画面的比较，大家可以看到说，就是以目前来讲，这个离线的非即时的演算，它的效果还是比这种即时的算出来的 4K 升频的感觉好非常多的。可是大家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即时这个事情代表它更方便去做使用我觉得这也是AI 时代或者晶片越来越强的时候，它给我们这种所谓的画质或生活便利上的提升是非常大的。这样好，讲完了它的一个 HDMI 孔的进步，讲完它的一个晶片，那我觉得还要再讲一个重点，就是 MLA 的一个架构。其实我们在去年的 G3 影片有讲到说，这个 MLA 的架构嘛，就是以往的 OLED 它会有个问题，就是亮度不够。那为什么亮度会不够呢？因为 OLED 的背光层，它在到你眼睛看到的时候，它已经经过了一个非常多层的结构。但是多层的结构在走的时候，它的光都会有所谓的散射、漫射，就是你实际上你看到的光跟原本的发光源的亮度都可能差了非常多那这 MLA 透镜呢，微透镜阵列。它就加在这个背光层跟这个多层结构的中间，它让这个光在通过的时候能够更聚焦。所以简单来讲，你的散射出去的光都被聚集起来了，所以你看到的能量是更强的嘛。那比较遗憾的是说，在 G3 世代上，如果你买到83寸的 G3， 它是没有用上 MLA 结构的。但是在今年的 G4 上，83寸的 G4 上，它同样是使用这个微透镜的阵列 MLA 的结构。所以坦白说，今年的 G4 83寸，实质意义上来说，它才是一个真正完整完全体的一个 OLED 机皇好，那讲完了最后就不免说，还是要提一下说，以LG 它除了这个晶片啊，除了那个今年亮度啊，其实坦白讲，它的手机的 APP 的操作也是目前在这个电视的各品牌里面算是佼佼者的，就基本上我敢说它是第一名的。为什么？其实用 APP 去操控电视，
这个事情有很多厂商有做，但是我觉得以 LG 的这个他们家 ThinQ APP 在操作来讲，我觉得它的使用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它就像 Apple TV 的遥控器，就我是可以不用看着手机荧幕我就可以操控电视的。但是有一些厂商它的 APP 啊，因为它的那个按键分配很不人性化，所以我变成我要弄个上下左右，我要点个选项，我都要看着手机的荧幕我才能操控。所以我觉得那种直观直觉跟反应速度来讲 ，LG 的 ThinQ 还是有着极大的优势的。好了，那讲了那么多今年的一个 G4 的改变，我觉得接下来就来我们实际来看看说这个65寸的 G3 跟这个83寸的 G4， 我们来做一个画面的比较，让大家来观赏看看吧。那在开始这个电视拍摄比较画面的段落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做个说明。就这次我们新增了一个就是拍摄画面的伪色彩的滤镜片段。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它有点像热显像仪，就是来帮助我们拍摄的时候了解整体画面的一个曝光分布的状况。简单来说，就是你会看到画面中越亮的区域，它呈现着红色，就越鲜艳的颜色；那越暗的地方呢，它会呈现蓝紫色，就是比较淡的颜色。所以很多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不太了解说我拍摄的素材，假如说你没看过这部电影，那你会不知道说这个场景哪边是亮哪边是暗的时候，我建议你先看一下原本电影的画面，那接着你再看一下这个伪色彩的片段，你会看到说同一个画面，如果 G4 它有着某些区域有着鲜艳的红色，但是 G3 呢却完全没有出现这个很鲜艳的红色，代表说他们两个在这个画面上有着一个亮度上的差异。那你透过原本电影的画面跟这个伪色彩的滤镜的片段去反复的观看，你就可以大概了解说，这两台电视他们在播放哪一些场景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亮度的差异。那另外要提醒一下说，这个伪色彩它的亮暗的判断其实基本上是相对的值，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绝对值的表现的。所以你只有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中的两台电视，你可以用这个伪色彩的亮暗鲜艳程度去做判断。但如果没有在同时间拍摄的话，基本上这个亮度就没有参考性了。那希望之后我们每一次的比较都会加入这个伪色彩的这个拍摄的片段，让大家能更了解说，我们电视的亮度在视觉上的一个差异到底有什么样的透过这个片段的观察可以更好的理解。par le mouvement. Et ne l'oublions jamais, Paris est et sera toujours une fête, une immense fête.
et sera toujours une fête, une immense fête. Et je déclare le triathlon de la Seine ouvert. Okay. Guess you're not getting my army. Is this what you came for? Eating spawn like Donkey Kong. You're about to pick on someone your own size. Okay. Guess you're not getting my army. Is this what you came for? Eating spawn like Donkey Kong. You're about to pick on someone your own size. 好，那看完了比较画面之后，其实我刚刚还没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今年的一个G4，其实它还有一个改进，就是所谓的抗反光。当然上期我们讲到 S95D 嘛，他们家的抗反光的方案是采用一个雾面的萤幕，但是今年的 G4 它是在亮面的基础上去做抗反光。那效果谁比较好呢？我觉得这个就见仁见智了，因为有些人他是更喜欢这个亮面萤幕在关灯下所带来一个通透的感觉，但如果你的环境真的光害的影响比较大，那我觉得有时候采用雾面的这个方案也是非常不错的。那这个抗反光的一样，我们做一些这种灯光的测试画面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但我觉得这个实际的感受啊，还是你要到现场来看会比较准这样子。好，那就是看完这些画面，讲了那么多之后，就要来做一个总结嘛。我觉得以往大家买 OLED 电视，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啊，OLED 电视就是有一个传统的刻板印象，就是它专门都是为游戏的，因为它的一个画面的运动的感觉比较流畅，但是它的亮度呢比较低。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在这1-2年的 OLED 电视上面开始慢慢的被打破，甚至在我看到这个 LG 的 G4 之后，我觉得不是被打破，就是你说现在 OLED 电视会做得比 mini LED 还来得暗，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准则了，这样已经不是一个刻板印象了。那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一个 OLED 电视，它不只可以玩游戏，它还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观影的体验。因为我觉得，当然玩游戏来讲 ，OLED 电视它有天生的一个流畅度的优势。我觉得，如果你是眼睛很锐利的人，你终究玩游戏，尤其是玩赛车或玩射击游戏，你还是会选 OLED。那观影的话，我觉得mini LED 跟 OLED 电视呈现的是2种截然不同的一个画面风格。那这个后面呢，我觉得找一个机会来跟大家聊一下，甚至拿几张照片示范给大家看。但现在来讲，今年的一个 LG G4，它有着一个非常，我觉得说非常扯的一个亮度表现呐。那有着一个4孔这个 4K 144帧的HDMI 的接孔，算是大满配，要支援杜比世界，然后有着这个抗反光的萤幕，然后还有的一个非常方便的操控的 APP。就是最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它今年的价格变得更便宜了，而且重点是，今年的一个应该说，当 OLED 亮度做得越来越亮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心中有一个疑惑，就是说，这个 OLED 叫做有机发光二极体，有机体，
那它做的越来越亮的同时，它的寿命会不会越来越短？就像传统的 Mini LED， 它是无机的嘛，所以它的这个寿命感觉做得很亮，寿命也一样持久。所以呢 ，LG 有考量到大家这方面对于 OLED 烙印的疑虑，所以他们在G 系列的这个面板保固上，这个 G4 呢，它是有着一个5年的面板保固的。所以我常常都开玩笑跟客人讲说，你如果怕担心说它这个面板会烙印的话，我说那你更应该要买 G4，为什么？买来之后赶快每天玩它，每天都开最高亮度的模式玩，你怕它烙印，你就在这5年内玩到它烙印，这样 LG 是不是它有保固嘛？你就马上可以得到一台全新的 OLED 电视这样子。所以当然，我觉得 LG 它敢开这样5年的一个面板烙印保固，代表其实他们对于现代 OLED 的这个面板的寿命，对于它的烙印表现，我觉得 LG 是有信心的啦。好，那所以呢，这台 LG 的 G4 今年度的一个旗舰的 OLED 电视，到底画面上有多么的一个震撼，然后玩游戏有多么的爽快，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来我们麦氏音响的门市来实际看一下，实际体验一下就知道了。好，那我是 Alan，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接下来呢，就会陆续的帮大家开箱今年的剩下的一些高阶的 OLED 电视、Mini LED 电视哦。所以记得最后一定要按赞、订阅、加分享。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